但即便如此，大家看到美国还是努力在防堵这个中共对于世界各国周遭邻国的这些野心特别在南海的部分，我想中国不断在南海军事化的过程当中，我想姚宗孝更清楚，因为就海军的部分，这也是很多联动相关的一些关联当然，美国现在串联起不管日本、韩国、印度、澳洲啦、台湾等等，现在在布建一些相对应的这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相关的防线。但当然还是说，那真的打起来的话，有人就说了，这个战区的部分中共一定希望是在台海来打仗那另外这个就美国来说，有人说法说他一定希望在南海的部分来针对这边，如果真的要打的话，是在这领域有人就说，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差别？这如果真的是在南海或者在台海，各自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姚宗孝，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吗？毫无疑问，这个美中战场的选择，美军包括西方联军重点部署南海，因为中共不想丢掉南海。南海不仅仅它是全世界的这个交通运输枢纽，它几乎说有一半的物资是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经过南海的，这个是一个交通枢纽第二个，南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号称是海上的中东。这个作为中国来说，它是一个石油、天然气进口大国，70%左右的能源都要进口。南海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它不舍得丢另外，南海还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渔业资源、旅游资源。当然，还有一个南海是自己的后花园。南海在中共来说，他真的不想丢。美国采取这个办法呢，就是牵扯中共在南海，把它牵住，以解台海之围。所以这个是过去的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中共想在台海打呢，就是想占地利的因素，它的岸基兵力呢，数目庞大，它占有一定的优势。美国的军舰、飞机过来以后呢，它能力上肯定是要差一点，所以说美国的航母要想进来的话，必须要离开中国海岸线1000公里以外，这样的话它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尤其是航空母舰，它的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受影响的话，它就这个作战能力就有限。但是我这次在华盛顿这块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英国跟澳大利亚这块联合起来？一个是中共如果想突破第一岛链，想在第一岛链打仗，是不可能的。美国希望打的是点对点作战，在把战场控制在第一岛。那么中共现在想把战场全面铺开呢，就是分散美军的精力。毫无疑问，这个战场要波及到第二岛。那么现在又看到了美日联盟在东海、台海，包括这个几个海峡控制的比较死了。那中共要是对美国有威胁呢，唯一的就是说他把他的核潜艇一定要把它弄到太平洋去，美国人就怕了。确实是怕。他094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只要有一条进入太平洋，太平洋的深度够深的，核潜艇的续航时间、隐蔽时间很长的，它带的巨浪2、巨浪3对美国威胁太大，所以美国最主要的是防它这个。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澳大利亚要把它武装起来？因为中共从东北亚这一块，因为美军重点布防在东北亚地区，日本、韩国这块联防，但是南太平洋这一块呢比较薄弱，南太平洋这些小国家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顶多有几个小炮艇，它挡不住中共。所以这次呢，美国和英国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其实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把战场应对的全面的应对在第二岛链。
当然第3岛链中共现在还够不着啊，就是说第1岛链打仗，中共想把战场弄到第2岛链，从南太平洋这个出去。现在就是双方有这个意图。你包括我前面讲的，就是中共要打台湾，美国要跟台湾关系正常化。其实现在大家也能看到，正在走这条路。为什么呢？给名字改，叫台湾办事处，是吧？以前叫台北驻美国什么经济文化办事处，都不要了，就是台湾办事处。这就是要跟台湾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兆，就是告诉中共，我已经做了。所以说你要想打台湾，我还可以改。所以这次的华人的收获非常好，特别是听到智库的这个学者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话，给我大开眼界。美国围堵中共不仅仅在现在眼光，我们真不要把放在第1岛链，再把它扩展开来。所以说，南海这一块，中共基本上是退防到西沙了，因为到了西沙它不能再退。我在文章上面也写了这个东西，啊，去年7月1号，中共在西沙搞登陆演习，蓬佩奥就说了，南海不是中国领土，西沙是有争议的地方，你们在有争议的地方搞演习，这威胁了航行自由，威胁了周边国家的安全。中共这个美国派飞机军舰进去了，他就没办法，他就退到这个雷州半岛北部湾它的内海去演习。但这一次今年的8月份，中共又在那里搞演习，美国的一个什么胜利号的什么检测船直接开到演习，但这一次中共没有退。为什么没有退？他不能再退，他退出来以后，把海南岛就暴露在前面，所以西沙是他的重点守卫对象，他没有退。美国的军舰、美国的舰艇、船进去以后，他也不退。而且这个8月份组织的这个演习，这个山东号航母在这，这个两栖攻击舰海南号也在，3条055大驱，还有一些舰队，一共30多条军舰在这演习，就是跟美国强硬对抗，他不能再退了。然而美国呢，不理他，这样的话，在这个地方牵制中共，那是非常正确的。关于台海方向，我已经讲过，即便说我们刚才说中共不敢打台湾或者打不下，假如他要真打，这不排除他发疯他要打，但是他打他也打不赢，为什么呢？你就是派渔船、派滚装船、派民用船，把解放军弄到台湾岛上面，弄1个军2个军，然后每日把台湾海峡一掐断，你的补给上不来，你的后援上不来，那么你在岛上的这些军人就是瓮中捉鳖了，就被动挨打。他跟路上还不一样，路上的解放军一看他还能跑，海南在岛上他往哪跑啊？这就是第2个古林头。所以这方面台湾方面真的不要担心，中共测算过打台湾全面的登陆台湾没有把握，代价太大，他不会轻易的对台湾本岛进行发动进攻。但现在习近平也不会对台湾就这么不动手，他动手的什么呢？他要试探美军的介入程度。首先他要打东沙，东沙的作战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看到74军现在训练的都到位了，海军陆战队2个旅已经到了汕头和这个潮州这一块。另外他这个火箭军的63基地布置了很多的短程导弹。东沙这个岛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因为中共会认为什么呢？我们就是说，中共的军舰一在这里活动啊，就在东沙这个监视之下，他不允许他在这个叫如鲠作喉啊，
不就是他不允许这个就在他眼皮子下盯着他，但是他也不会去占领东沙，他只是想把东沙的这个台湾的军队赶走。台湾军队以前是什么海警署啊，后来去了那个99旅一个训练部队，其实是常驻了，加强防卫了啊。所以说他一打东沙，看看美国人反应不反应啊？你美国如果在这打，美国不占优势，真的不占优势。中共在这里部署了1个军，另外2个海军陆战队的你反登陆难度很大。当然，他打仗要朝着自己的方向有利的东西打，因为东沙是遏制巴士海峡的一个中间，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它不允许台湾的在台湾的控制之下。那么第二个，如果东沙没有动作的，他会对这个澎湖动手。对澎湖动手也不是去占领澎湖，他有限的打击就是让你台湾的军队撤回到台湾岛，他不会去占领。占领澎湖到什么时候？真的要登陆的时候必须占领，因为他作为中间跳板。但是他现在不会占领，他怎么打呢？我们在华盛顿那个研究的时候也提出一个东西，就是说有可能是823炮战重现。因为现在双方的火炮都能够得着澎湖，他不需要花多大代价，他就放几门炮，你军队怎么打？你撤吧，啊！所以中共我总结一下，就是中共对台动手打本岛，他没有能力，没有把握，代价太大。就目前的情况下，他傻瓜他才干，但是他会对台湾的外岛有限的打击。当然，他这些东西都是为他的政治目的，将来的这个叫什么统战是作用的啊！你尤其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台湾现在，国民党这一块，这个有一个人出来，一个呼声也挺高，啊，是不是老共也配合他这个东西？这应该有这个因素，啊，就是台湾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认为。